俄军对东乌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已经拉开帷幕。刚刚反攻失败的乌军迎来了俄军高达4个主力师的集团猛攻。一起来看具体情况究竟如何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，东乌地区全面陷入战火之中。从4月18号开始，俄军在晚上对东乌绵延数百公里的乌军发动了强大的炮火打击。打击结束后，俄军沿着480千米的战场宽度，向东乌乌军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，顿巴斯之战全面打响。不过，就在几天前，哈尔科夫地区的乌军还自不量力地向俄军发起了反攻。此次反攻行动由93机械化旅主导，主要是乌军受到错误的情报误导，向俄军发动攻击。乌军先头部队使用缴获的 T80U 主战坦克开路突击，遇俄军伏击，随即被全部歼灭。其中一辆完好的 T80U 又回到了俄军的手上，第93机械化旅的反攻就这么无疾而终。而与此同时，俄军全线进攻的大规模攻势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。俄军为了这次战略进攻可谓是下足了血本，将绝对主力部署在了19亩地区，分别是俄军摩步第3师、近卫空降第106师和近卫坦克第4师、近卫坦克第47师，其中3个是冠以近卫之名的精锐部队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，俄军精锐的师级部队无论是规模还是武器装备上，都相当于乌克兰2至3个旅级单位。这4个师的总人数加起来是5至5.6万人。以最精锐的第4近卫坦克师举例，该师下辖的2个坦克团和1个摩步团，装备先进的 T80 系列坦克228辆，此外还有 BMP-2 步兵战车300辆和90门152毫米自行榴弹炮，以及26辆自行火箭炮。一个坦克师的装甲战车 AFV 数量超过500，何况这次是4个师。除去早期的战损和处于维修状态的 AFV， 保守估计这4个师的装甲战车 AFV 总数超过1200，足以称得上是一股强大的钢铁洪流。而19亩此地驻防的乌军实力参差不齐，分别是乌克兰志愿军第2营、第3坦克旅、第81空中机动旅、第57机械化旅和第15斯拉夫团，简直就是一锅大杂烩。其中乌克兰志愿军第2营和第15斯拉夫团加起来满共1000来号人，除了少量轻武器和装甲车什么都没有，快速机动能力为0。而乌军第3坦克旅虽然名义上下辖3个坦克营和1个机械化营，坦克总数不超过30辆，且全部都是老旧的，缺乏现代化升级的 T72系主战坦克。用这玩意儿去跟俄军的 T80 BVM 碰瓷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所谓的机械化营，由于缺少装甲战车，只能达到半摩托化半机械化的水平。乌军第57机械化旅号称机械化部队，但是这是东乌地区装备较差的一支正规军，下辖的17摩步营甚至还有大量的卡车凑数，装甲战车数量严重不足。420名军人只有50件防弹衣，连防具都不够穿。在19亩前沿，唯一能挑大梁的就是乌军第81机动旅。该旅建制完整，3个机动营全部装备 BTR-70 装甲车，还有2个榴弹炮营和火箭炮营的支持。乌军在19亩一线部署的兵力人数大概在 1.2 至 1.7 万人之间，装备水平五花八门，从徒步的到机械化应有尽有，装甲战车 AFV 数量不超过200，且性能严重落后。因此乌克兰军队毫无疑问地居于全面的劣势，而且东乌地区的制空权早被俄空天军掌握了，俄地面部队随时可以召唤空中力量打击乌军，乌军基本上不太可能抵挡俄军的猛攻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乌军的防线在俄军的突击下很快出现了漏洞。根据部分俄网消息来看，俄军的大规模正面攻势已经取得一定进展，俄军正在向斯拉夫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进军。
据说此地当前有一个警察营，如果没什么大问题的话，斯拉夫扬斯克被俄军占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因为俄军的军力实在是太强了，仅凭该地区乌军这仨瓜俩枣的，实在是难以抵挡俄军的凌厉打击。而一旦斯拉夫扬斯克被俄军占领，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地区的东乌战线将被彻底动摇。斯拉夫扬斯克是乌军的公路枢纽和重要的据点，如果此地被俄军占领，这将意味着东乌乌军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给养，并且进一步挤压乌军的生存空间。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对于乌军来说，情况一直在恶化，只有更糟，没有最糟，唯一的活路似乎只有撤退，又或者是向俄军投降。